你有没有发现，每次美股涨上天，新闻全在说泡沫要破了，可真的跌下去的时候，很少人敢出手加仓。所有人都在等便宜价，但当便宜真的来了，他们怕再跌，怕买早，怕亏，怕被笑。结果最后的赢家永远是那些不怕看起来贵的人。这不是股市的秘密，这是人性的回音。我常听朋友说美股太高了，我等它回调再进。这句话听起来理性，但背后藏着一个陷阱。人永远在用过去的价格衡量未来的价值。2018年，苹果的市值刚破1兆美元，多少分析师说太高了，没空间了。今天呢，3兆。而当年那些等等看的人，现在依然在等股灾，等崩盘，等机会，最后等到的是时间的流逝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股市的长期赢家总是那群懒人？他们不频繁交易，不猜底部，不追新闻，他们只是静静地留在市场。这句话听起来简单，却是所有投资智慧的终点。因为人性最抗拒的不是亏损，而是不确定。你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跌，会不会涨，会不会爆。但真正厉害的人接受了这份不确定，反而在混沌里赚到了确定的回报。你想知道市场回调的真相吗？每一次大跌都是在洗走短线信徒，他们被波动下跑，而那些真正懂钱的人正在默默加仓。比如2020年疫情暴跌，美股一天跌10%，道琼狂泻近3000点，新闻充满恐慌。可就在那几周，巴菲特的弟子们悄悄进场，基金在疯狂加仓科技股。你知道结果？不到1年，那斯达克翻倍。那一年，真正赚到钱的人不是聪明人，而是有胆识的人。但我们来反问一个问题：当市场真的跌20%、30%时，你敢买吗？你能在手机不断跳出经济衰退、裁员潮的新闻时，冷静地说这就是机会？答案往往是不敢。因为股市永远不是数字游戏，而是心理战场。人性天生讨厌损失，心理学有个词叫损失厌恶。亏100块带来的痛苦，比赚100块的快乐还要大2倍。这就是为什么越是波动的时刻，越多散户选择逃。他们不是输在逻辑，而是输在人性。有人说，那我等稳定了再进。但等你觉得安全的时候，价格早已回到高点。你错过的不是一波行情，而是整个财富周期。想想看，2009年金融危机后，多少人说美股完了？但那10年是历史上最辉煌的10年之一。标普500从666点一路涨到接近5000。如果那时有人在低点买入并坚持，回报超过700%。你说这算投机吗？不，这是对时间的信仰。股市真正的考验，从来不是买什么，而是能不能拿得住。多数人以为投资靠判断，其实靠忍耐。你得忍受孤独，忍受恐慌，忍受看着别人赚钱时的嫉妒。这就是为什么长期持有是一种少数人的纪律，而不是多数人的天性。接下来我想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：市场崩盘不是惩罚谁，而是奖励那些有准备的人。这世界上最贵的成本不是买贵，而是没买。你看着指数每天创高，心想早知道我那时进。可真等下次暴跌，你又犹豫，万一还没跌完呢？就这样，你的人生永远在后悔与等待之间摆荡。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我们把股市当成赌场，却忘了它其实是一台时间机器。
他把那些耐得住寂寞的人送去未来收割成果，把那些想赚快钱的人留在原地打转。真正的投资者早就明白，股价短期波动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买下的是一家公司未来的现金流。你知道吗？在股市里，最会赚钱的人不是看最多图表的人，而是那些能和时间做朋友的人。这句话听起来像鸡汤，但其实是冷冰冰的数据。标准普尔500指数过去90年的年化回报大约是 10%。 你猜，如果有人错过市场里最好的10天，他的长期回报会少多少？少一半。如果错过最好的30天，几乎变成零增长。重点是，这些最好的日子都藏在最黑暗的时刻之后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恐惧、离场、观望时，你也刚好错过了人生中最该坚持的时刻。2020年3月，美股跌成地狱，大家都以为世界要完了。结果1个月后开始反弹，3个月后创历史新高。那时候很多人说不合理，这是假反弹。可事实是，那正是下一轮财富转移的起点。市场不会奖励悲观的人，它只奖励那些在别人尖叫时还能冷静思考的人。和时间做朋友，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它不是叫你盲目持有，而是叫你相信复利的力量。复利不是数学，是信仰。你每年赚 10%， 看起来没什么，但10年后你的本金翻了2倍多，20年后翻了6倍，30年后翻了17倍。这不是奇迹，而是时间对坚持者的奖赏。最经典的例子是巴菲特。你知道他财富的大部分是在50岁之后才累积的吗？前面几十年他只是在铺时间的路。他靠的不是神操作，而是别动。真正的高手不是预测市场的人，而是能让时间替自己工作的人。可问题是，大多数人做不到，因为慢赚太无聊，因为看别人短线翻倍太诱人，因为社群里每天都有这只暴涨那只翻倍的消息，我们忍不住手痒，结果赚小钱赔大钱，一轮又一轮。你看那些真正长期赚钱的人，他们不追热点，不听传闻，反而在别人骂这股没救时默默买进。他们懂，时间越长，噪音越小，真相越清楚。股市最残酷的地方在于，短期是情绪的投票机，长期是价值的称重机。短期内市场被贪婪与恐惧左右，但长期终究由企业赚钱能力说话。所以如果你相信的是企业而不是股价，你就能和时间站在同一边。而时间从不背叛相信他的人。我认识一个老投资人，他告诉我一句话：市场每10年都会测试一次你是否真的相信自己。2000年网络泡沫破，2008年金融危机，2020年疫情崩，每一次都像世界末日。但回头看，每一次崩盘都变成了折价入场券，只是多数人在那时候根本不敢买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决定你财富的不是行情，而是你的心理结构。你能否在别人恐慌时保持镇定？能否在别人怀疑时坚信长期？能否不被短期情绪带着跑？很多人说我没那么多钱长期持有，但其实长期不是钱的问题，是心态的问题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
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你可以从小开始，从定投开始。关键是，你要给时间足够的空间。复利不是用来看的，是要靠时间发酵的。巴菲特用几十年去等那一刻。查理·芒格说，任何值得拥有的东西都值得等待。可是现代人最怕的就是等待。我们想要快，想要爽，想要马上看到结果。于是市场专门设计来惩罚这种急躁。你可能觉得自己在跟市场斗，其实你在跟时间斗。市场只是镜子，照出你的耐心和恐惧。每次下跌，你都在考验自己。你相信的是股票价格，还是公司的未来？你投资的是波动，还是趋势？这就是为什么 Stay in the market 听起来普通，但它是最难做到的信仰。你不需要完美入场，你需要的是永远不要轻易离场。我见过太多人在股市里忙了10年，却一场空。不是因为他们笨，而是因为他们太聪明。聪明让他们想预测未来，抓转折，猜底部。可市场最爱惩罚的就是这种自以为聪明的人。真正赚到钱的，往往是那些笨一点的人。他们不分析，不预测，只做一件事，坚持。他们知道，时间会让错误的价格消失，也会让正确的方向兑现。说到这里，你应该能感受到一种反直觉的逻辑。越想抓短线，越容易被市场收割；越愿意长期持有，越容易得到自由。这不是玄学，是统计学。美国证券投资公司协会统计过，过去30年，普通投资人平均年化报酬只有4%左右，而指数基金有10%。差距在哪？不是资讯，不是智商，而是人性。普通人不断买高卖低，被情绪牵着走，而指数基金从不焦虑，他什么也不做，只是静静地让时间积累胜利。你想知道最稳的投资策略是什么吗？不是去预测，而是去参与。不管现在美股多高，你无法知道哪天会跌，哪天会涨，但你可以确定一件事：如果你一直在场，你一定会见证下一个高点。反之，如果你退场等待，你可能一辈子都在等最好的价位，却错过最好的时间。这就是和时间做朋友的真意。你不需要赢在瞬间，只要赢在过程。你不需要天天赚，只要年年在场。当你越懂时间的力量，就越能看淡波动，放下焦虑。因为你知道，你不是在跟市场拼速度，而是在和时间赛稳步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越想掌控市场的人，最后被市场掌控的越死？他们天天看 K 线，刷新闻，盯盘，换股，像在追一只永远跑得比自己快的兔子。一旦涨了，他们怕回调；一旦跌了，他们怕崩盘。结果买的时候怕，卖的时候更怕，最后什么也没赚到，只剩焦虑。真正的高手从来不追市场，他们让市场追他们的节奏。他们不急，因为他们知道，时间永远站在有耐心的人那边。你想想看，市场每天上上下下，但世界上最有钱的人，都是那种不动如山的类型。他们懂得一个最简单的逻辑：在长期趋势中，短期波动毫无意义。比如你在2010年买进苹果，中间经历过多少暴跌？2012年腰斩，2018年跌40%，2022年科技泡沫再崩。可现在回头看，那些恐慌的瞬间全都成了笑话。只要你没卖，市场最后都会回到你这一边。但多数人等不到那一刻，因为他们想聪明一点，想卖在顶，抄在底。
结果每次都被市场打脸。这不是技术的问题，而是心性的失败。我常说一句话，股市的本质不是涨跌，而是转移。钱从情绪不稳定的人手上，慢慢流向那些能保持冷静的人。所以你以为你在交易股票，其实市场在交易你的耐心。越能忍，赚得越多；越焦虑，输得越快。市场不缺聪明人，但缺能在恐慌里笑，在寂寞中等的人。那种人看似慢，其实最快。你想知道为什么聪明钱总是赢吗？因为他们了解人性。他们知道大多数散户有3个习惯：涨一点就想跑，跌一点就想逃，等安全才想进。于是市场利用这3个弱点，在你恐慌时买，在你贪婪时卖。他们从来不预测市场，只观察情绪。当新闻全是坏消息，他们悄悄买；当所有人都喊牛市来了，他们开始减仓。这就像捕猎，猎人不会追着猎物跑，而是等猎物自己靠近。有时候我觉得投资不是理财，而是修行。修的不是技巧，而是心。你得学会忍受孤独，拒绝诱惑，接受不完美。你得懂得市场永远比你聪明，所以唯一能赢他的方式，就是不跟他比聪明，只比久。这也是为什么 Stay in the market 这句话听起来简单，却能让人穷与富分出层次。你不需要天天赢，只要别离开战场。因为市场不会奖励跑得快的人，只奖励活得久的人。有人问我，那我应该什么时候卖？我说，当你不需要这笔钱的时候，永远别卖。只要公司还在成长，只要世界还在往前，时间就会替你结算。那些最好的投资，不是因为买得早，而是因为舍不得卖。亚马逊的早期投资人，有的人5倍就跑了，有的人10倍就卖了，可少数人一路拿到今天，那是几千倍的差距。差的不是聪明，是时间。我们这一代人最容易犯的错就是太快，快赚、快输、快变心。可财富从来不是快出来的，它是靠熬出来的。你看世界上所有伟大的资产，房地产、指数、名企股票，没有一个是暴富带来的，全都是复利加时间加信念。时间不是你的敌人，它是你最忠实的合伙人。唯一的问题是，你有没有耐心等它发挥作用？我想让你记住一个场景，在股灾中，你看到红色数字满屏，心里发慌，想卖。但你如果能撑住，10年后回头看，你会感谢当时的自己，因为每一次市场暴跌，都在偷偷帮你打折未来的财富，只是你当下看不出来。真正的赢家，不是逃离恐惧的人，而是能穿越恐惧的人。所以，当有人问我，美股太高了，现在还能买吗？我只想说，你不是在买短期价格，而是在买未来的时间。如果你相信未来世界还会进步，那今天的价格永远是便宜的。长期持有不是懒惰，而是成熟，是理解了。预测不如参与，恐惧不如等待。市场最怕的不是跌，而是你被情绪赶出场。再说一次，真正的风险不是回调，而是你不在场。每一次大行情的开始，都发生在最绝望的时刻。每一次财富的积累，都源于那些看起来什么也没做的岁月。你想赢市场，别去猜未来，只要留在游戏里，让时间替你下注。等你真的明白这一点，你会发现，
股市不是赌桌，而是人生的隐喻。所有的波动、恐惧、贪婪、希望，都只是时间给你的一次次测验。你能不能坚持？能不能信任？能不能淡定？当你学会不被短期情绪牵着走，你不只是赢了投资，你也赢了自己。所以，不要再问什么时候回调，问自己，当回调来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如果你的答案是我会继续持有，恭喜你，你已经从散户变成投资者。从那一刻起，你不再是被市场推着走的人，你开始与时间并肩同行。时间不会辜负耐心，市场不会辜负信念，而你只要不辜负自己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